将军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怀孕的女子。谁？你说谁带回来怀孕的女子？将军是将军啊！终于，男主他妈被我们找到了！小姐，你还有心思笑？这将军也太过分了！快，随我去收拾东西。将军也太过分了！小姐，你以前可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上过战场的，如今卸甲在宅院才多久？将军就带了个女子回来，还有身孕，小姐你都还没有子嗣呢。小姐你做得对，我们这就回家，不受这委屈。快，帮我把这些都送陶姑娘那里。我这就……啥？动作都放轻些，把那道血燕和安神的补汤先端进去，其余的山珍海味挨个摆好，绝不能惊扰了里面的贵客。去吧。动作够快啊！你也不慢。多谢将军夫人救命之恩，我知道将军带我回来定有所求，只要妾身能做到，将军只管说。莫慌，有什么求不求的？就是我夫君第一眼看你就觉得有缘，对，缘分，有缘。没错，当时你穿着这身红黄相间的衣服，瞬间就让我想起了30堂的西红柿鸡蛋汤，真是满脸怀念。我真的会谢，别听他瞎说。其实我们跟你丈夫是故交，对，生死之交。多谢将军和夫人的收留，我定会好好养胎，不给二位添麻烦。不麻烦，都是一家人。等晚上我们给你办宴会，接风洗尘。按剧情，陶静书怀的孩子是前朝皇室血脉，只要我们当上男主干爹干妈，按照他逆天的金手指，我们以后荣华富贵就有保障了。1年不见，别来无恙。我操！火焰王怎么会在这里？完了，这下死定了！夫人不善饮酒，我代劳。那个，我还有事，你们先聊。接招眼都带了别的女人回来，你还像以前那般待她吗？啥？你也可以选择我。我是喜欢帅的，我承认你也很帅，但是你有病啊！谢谢，婉拒了。我可以向你证明，我能为你做任何事情。今天你解决不了的麻烦，我帮你解决。我去，男主他妈，魏临川，你要干嘛？他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你江清燕相提并论？我今天就帮你解决他。齐昭言，上！小姐，谁家将军夫人给人当垫脚石啊？下次你啦，下次记得垫布。哎呦，瞧这衣服脏的。我？那歹人光天化日就敢谋杀将军府的人，我怕他伤了齐将军，只好一刀毙命。夫人不谢我就算了，怎么这般看我？我谢谢你全家。这伤口用脚后跟想都知道是魏凌许故意的，飞刀擦脸过，这神经病。将军夫人，陶姑娘端着莲藕汤在院外，说是想送进来，快叫她进。等等，怎么？你看过小说吗？我今天大庭广众之下英雄救美，陶姑娘现在3更半夜来送汤，你猜不出她什么心思？她想拜师。你是不是没脑子？她是看上我了啊！我服了你，让她进来吧。
陶姑娘，我有话直说了，我救你回来，只是因为我与你丈夫有些交情。现如今你丈夫下落不明，我代为照顾你罢了。你的心意是我不能接受。咋回事？孕吐这么严重？不是孕妇，是被将军恶心到了。我开个玩笑，这汤看起来不错。夫人尊贵之躯，今日竟舍身相救，这份情谊竟还记下了。以后孩儿出生，也定会让他知道这份恩情。好啊，好啊！今天这波垫脚石值了。没想到啊，天选之子竟然是我！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只是我的身份不明，留在府里只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以后便让我在府里打打杂吧，对外就说是买来的下人。这怎么行？你还怀着孕呢。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是有一个绝佳的办法。齐夫人许久没来了。这位夫人很是眼生，不知是哪家夫人呐？这江青燕还真是个奇人，还真把外室当姐妹了。瞧这姑娘还怀着孕呢，岂不是齐将军的长子？什么哪家夫人？当然是齐家的。哎呦，恭喜齐将军要喜得故子了。你恭喜错了。娘小心点儿，肚子里的弟弟是不是又踢你了？我爹老来得子，可得小心着。老板，点菜。你爹边疆来信说啥了？他说咱们家梨树底下有一箱金子。他让我挖出来，给自己买口好点的棺材。坚强，等那天男主平安出生，咱们也算熬到头了。我想打你。我去看看陶晶局晚上被子盖好了没。大夫，姨娘早上就多吃了点早市，怎么下午就腹痛难忍了？你赶紧给看看。这是中了饱毒。什么毒？饱毒，吃太多了以后产生的毒素。将军，你要做什么？我中了砍毒，想砍人的时候产生的毒素。这砍毒老朽闻所未闻呐！那特那么饱毒就合理了。你自己听听离谱吗？我今天非……冷静，冷静，把郎中送走。原本是有这么个剧情，男主在娘胎中毒，需要千年人参等名贵药材治疗，出生后才能百毒不侵。但陶静茹被我们保护得太好了，没机会中毒，所以系统强制发威，给我们塞了这么个令人发指的饱毒。书里说的几种药，大部分药房都能买到，除了千年人参。据我所知，千年人参全京城只有1根，几个月前，圣上赏赐给了魏连川。哦吼，完蛋！唉，要不我出卖一下色相？不行！就算不抱大腿，咱们家也能撑几年，用得着你去出卖色相？今天早上，朝里好几个官员弹劾你吃白饭了吧？眼看着要拿你开刀了，你确定能撑几年？再说了，这孩子是男主，他要是活不成了，这个世界还存在吗？还记得高二咱们一起去办公室偷手机吗？你在教室里装晕倒，把办公室一众老师都引过来，让我在办公室把手机偷回来。后来手机是偷到了，你为了装晕逼真，在他们扶你起来的时候，浑身瘫软的往后一仰，脑袋砸地上，真晕了过去。你该不会是想……抢不回来，咱们
咱们就偷回来。魏凌川这疯子，我们一起递的拜帖，他居然回帖说只欢迎你一个人进府。没事，按备用策略。一会儿我光明正大走正门，在前厅凉亭想办法拖住这变态，你直接从后墙翻进去，摸进他的银库找千年人参，咱们里应外合。那你穿成这样是最高级别的物理防御。行了，动作快点。你有病，寒症挺严重的。你不热吗？不热，你看我都冒冷汗了。这病传染，你小心点儿。你这么可爱，我真的要忍不住了。齐昭言，你特么动作快点吧，我顶不住了。哎呀，魏大人府上的茶真香，我多喝2杯。哎呀，我不行了，这茶太凉，激着我的寒症了。魏大人，我尿急，茅厕在哪儿？后院，右拐。多谢多谢，我自己去就行，别跟来啊，传染！妈呀，吓死我了！这变态看我的眼神像要吃人，还好我机智尿跳。都找遍了，没有。我怀疑人参藏在魏凌川卧房，但房门挂了金刚锁，钥匙肯定贴身带在他身上。你要带了吗？你太小看魏凌川了，以他那种变态的警惕心，你现在这么反常的去近他身，他一定会起疑心，根本没机会把药捂他鼻子上。是你太小看我了。魏大人，我知道近日朝堂上弹劾齐昭桓的折子都是你授意的，还请你高抬贵手。我就知道，你来我府上是为了给齐昭言求情，想让我不再给他炒麻烦，这也好办。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请你自重。算了，你要弹劾就弹劾吧，随你。迢迢想多久才堪抵得过这命运？最怕是从未注定。你这招也太绝了吧！你不了解变态，我了解。你说的没错，我的确不了解你，也不知道你有这一手。少废话，赶紧找钥匙，去他卧房找人参，完事赶紧走，别被人发现了。还好陶静书入药后，这饱毒立马就解了，不然今天这生产我心里真没底。那是，总之，人参拿到了就行。现在只盼着里面这位能平安落地，咱们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就稳了。我靠！齐昭言，你快看天上，刚才还阴天，怎么突然风云变幻了？那数百只喜鹊是在天上盘旋列阵吗？这不符合气象学啊！我操！牛逼！这不科学的霞光简直闪瞎了我的狗眼，真不愧是男主啊，连出生都自带全息特效，太震撼了！恭喜夫人，恭喜个大胖小子，是个大胖小子！哎呦，我的亲娘嘞！干儿子，干爹来啦！闪开！干妈先抱抱。你进了我的房间，你在说什么屁话？
魏大人，私闯民宅还损坏公物，你这可是大罪。你拿了我的东西？没错，那千年人参确实是我拿的，大不了我折现赔你。不是那个！齐昭言，除了人参，你还拿他什么？看魏灵川这疯样，那东西绝对比人参金贵100倍！你这狗东西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发财了？我干儿子！这他妈是什么情况？魏灵川就这么自己把自己给秒了？齐昭言，你还不明白吗？这特么是男主光环，最顶级的绝对降智逢凶化吉的男主光环啊！我们无敌了！刚才魏府的下人把那疯子抬走了，现在关门算账的时间到了。从实招来，除了那株千年人参，你还从魏领川房间顺了什么绝世珍宝？竟然惹得他发这么大火！见者有份，一人一半。你自己看。那家伙把价值连城的千年人参随便扔在明面的柜子上，但这块染血的破衣料却被他像供祖宗一样死死锁在床底最深处的金刚暗壳里。我操，这布料的暗纹，这不就是我穿书第一天穿的那件衣服吗？那天咱们直接掉在战场上，周围全都是死尸，我吓得半死。好不容易发现死人堆里有个还喘气的，就赶紧撕了裙角给他包扎伤口。那个满脸是血的半死人是魏领川，我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我居然亲手救了那个活阎王！所以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撕咬着你不放了吗？你知道我潜入他后院找人参的时候，在他的地牢里看到了什么吗？什么？尸体。地牢里满地的尸体，都是年轻女子，而且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长得跟你有几分相似。男主龙傲天干儿子，你快点长大吧！你干娘我送钱惜命，真的很需要你的无敌光环保护啊！看到没？看到没？今天我抱着小天去京城最大的赌场，闭着眼睛瞎下抓，把把都能赢，连赢18把，庄家底裤都快赔穿了。这哪里是干儿子，这特么是活体招财猫啊！银子算什么？我今天就带着他去城外最险恶的悬崖底下溜达了一圈。结果你猜怎么着？每次他一哭，我就能从石缝里、草堆里扒离出一本绝世武功秘籍《九阳神功降龙18掌》。这特他妈绝版孤本！小姐，将军，奴婢带小少爷去后山玩泥巴，他随便一刨，10有8九都能挖出百年灵芝和极品野山参，咱们府里的药库都快塞不下了。龙傲天，不愧是本书的男主，这光环，这设定太他妈好用了！咱们这简直是找到了这个世界的超级 bug 啊！养娃？不，这是在养一座会自己产出顶级资源的金山。想吃吗？叫娘亲。大将军、夫人，我打听到我夫君龙啸尘的下落了，他如今在塞外有难，我要带着小天去找他。完了，齐昭言，这一天总归还是来了。这是原著小说的第一个绝对虐点，陶静书会在寻找丈夫的途中，为了保护小天被仇家杀死，然后小天被他爹接走，彻底黑化成一方领主。也就是说，我们的保护伞要没了。哎，你看主屋，今天这么晚还没熄灯呢。夫人天天熬那大补汤就是不一样，大半夜了还没歇下呢。怪我，锦和这丫头都被我带坏了。那个怎么说，
明天陶姐姐可就带着小天走了。你还问我？你踏上的包袱都快塞炸了，不都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吗？怎么，你要在府里梦游打长拳啊？切，你要是不准备跟着去，你大半夜不睡觉，在那数什么3岁银子？怎么，准备明天给他随份子钱啊？我是觉得咱们在这京城里苟得太久了，出去转转也不是不行。外面现在草长莺飞的，顺道看看景色也好。对对对，而且你看啊，我们要是顺道救下陶姐姐，那我们对小天的恩情可就是比天还大。等他将来成了天下霸主，咱们下半辈子连干活都省了，直接当腿部挂站摆烂，这笔买卖多划算。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在这个世界过了这么久，眼看着小天从出生到牙牙学语，会抓着我们的衣服喊干爹干妈，陶姐姐又像个大管家一样，忙上忙下帮我们打理这个家。我们早就没办法只做一个旁观者了。收拾东西吧，明天一早我们跟他一起走。唉，陶姐姐，咱们都在外面瞎找了半个月了，龙大哥一点踪迹都没有。现在外面乱得很，到处都在打仗，流民遍地，咱们决定先回京城再做打算，绝对是最明智。都别动，这地方不对劲。怎么回事？这条官道平时商队很多啊，今天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太安静了。坐稳！我操！杀手！后面跟出来10几个拿刀的黑衣杀手，他们追上来了！就是现在！你们抱着孩子跳车，躲到那边的草丛里，绝对不要出声。那你呢？你让我们跳车，那你怎么办？我引开他们。快跳！我的老天爷，这么剧烈的翻滚折腾，这小崽子竟然一声没哭，真不愧是特妈的男主啊！青言，别担心，将军吉人自有天相，他武艺高强，一定会没事的。他有个屁的武艺高强啊！他只会打篮球、打游戏惹我生气，就靠着那点破三脚猫功夫，他逞什么能啊？怎么这么多血？满地都是杀手的尸体。齐昭远，齐昭远，你在哪儿？齐昭远，你醒醒啊！你这满身的血到底是你的还是别人的？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你知道我最怕自己一个人了。从小到大，每次放学你都陪我一起走，在这个鬼地方，我一个人真的不行。你松手，把刀给我，那我跟你一起干，我死也不要一个人留在这儿。哭什么？我还没死呢。傻子，我很厉害的，你忘了？咱们托小天的福，在悬崖底下捡到那么多绝世武功秘籍，我每天晚上不睡觉，可不是在数银子，我全练了，一点没浪费。你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不然我拼了命练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你吗？看，你以后再也不用怕了。这是魏凌川。魏凌川统领巡防营，能调动他的只有皇帝。现在魏凌川死了，这事儿根本瞒不住。虽然被我们硬生生干预拖延了2年，但皇帝那老狐狸肯定还是查到了小天这前朝皇裔的存在，这是铁了心要绝后患了。完了，京城百里外怎么又有一波重甲追兵？这皇帝是疯了吗？派这么多人，快跑路！夫人等等。夫君，好家伙，男主他亲爹终于出场了，怪不得陶姐姐以前看不上你啊！你瞧瞧人家这正牌夫君，比你高，比你帅，这气场。你注意点分寸，你可是有夫之妇，
有名无实而已，装什么大尾巴狼？实的也可以。开玩笑的。这几年真的全靠齐将军与夫人收留我妻儿。静书说，我们兄弟二人可是许久没见了。完了，当时为了博取信任，瞎扯的跟他夫君认识的谎，这特么要怎么圆？相逢何必曾相识，天下英雄出我辈嘛。说得好，以后你齐昭彦就是我龙啸尘的亲兄弟了。如今狗皇帝知道了我们这一支皇室血脉还活着，已经开始赶尽杀绝。你们将军府怕是回不去了。如果信任我，就跟我走。自从跟龙啸尘回了领地，小天成了人人追捧的少主，我跟齐昭言之间就变得怪怪的。尤其是那天在马车里，他回我的那句“实的也可以”，救命！我现在的脚趾已经能扣出一座将军府了。夫人又在想将军呢？其实这2年我看得出来，你们只是表面夫妻。既然互相喜欢，为什么不试着再进一步呢？桃姐姐，你别开玩笑了，10几年损一波，那场面太诡异了，我不敢想。哎呦，谁呀？哪个不长眼的暗算老娘？夺天录，这不就是我们穿进来的那本小说原著吗？如果连后续剧情都有了，我岂不是开了上帝视角，无敌了呀？怎么只有这么点？更新到小天4岁，也就是现在。最后一句写着，龙傲天干娘江清燕的死，给他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他发誓要变成天下最强的人，保护所爱之人。我会死？我特妈辛辛苦苦养娃2年，就是为了给他的黑化路当垫脚石，这还玩个屁啊！干娘，你抓疼小天了。闭嘴！从现在开始，我不是你干娘，我是你姐姐，听明白没有？叫姐姐。姐姐。龙傲天姐姐江清燕的死，我操，还能实时更新？错了，我是你大姨。龙傲天大姨江清燕的死，我是你大爷，老子是你大爷，行了吧？累了，毁灭吧。这个世界对我这朵娇花真的太残忍了。干娘，你怎么了？小天啊，如果有一天干娘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会难过吗？会，但是最难过的一定是干爹。为什么？因为干爹最喜欢干娘了呀，干爹总是偷偷看着干娘笑。上次我偷偷给你拿的桂花糕，其实也是干爹塞给我的。干爹还总抱着我说，小天以后一定要保护好干娘，因为干娘最怕死了。既然这破书上写了我一定会死，那我还怕个屁呀！老娘单身这么多年，连个真正的男朋友都没交过，这要是到了地下，都会被其他小鬼笑话的吧？不行，死之前我得拉个垫背的。清燕，你看我有什么不一样？我跟龙大哥在校场泡了这么久，看，成效还不错吧？还不是某人之前在马车上嫌弃我，说我没有龙哥霸气。怎么样？现在有霸气了吧？没有霸气，只有傻气。我跟你说，我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你很难再哄好我的。就算你现在……大一的时候，有个男生在操场跟我表白，结果你二话不说把人家揍了一顿。那人渣脚踏2条船，他根本就不是好东西。我的意思是，你搞黄了我一个男朋友，你总得赔一个给我吧？我刚都说了他是……等等。那个，我喝多了，你别当真啊，我先回去睡了。之后的几天，我们如胶似漆，我常常看着他发呆，想着这样的日子要是能永远不停该多好啊！
可是我早就窥见了自己的结局，过得越幸福，我就越不甘心。凭什么拿我祭天？不行，我得跟他坦白，两个人一起想办法，说不定还能卡个什么 bug。昭衍，你看看这个，我有个天大的秘密一直瞒着你。这大白天的，昨天晚上不是才照着画册试过吗？你怎么又拿出来了？这他妈不是那个，你在想啥呢？那是什么？这是我们身处的这本书的原著，你直接翻到89页，我们要死了！看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啊？青言，这个齐昭宁是谁？我也觉得这个大爷……等等，你说什么？看到齐昭宁的那一刻，龙傲天便知道他将是自己此生挚爱，发誓要变成天下最强的人，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所爱之人。我操！怎么从大爷惨死变成挚爱情深了？这破书的剧情还能自动打5电换赛道的吗？齐昭宁是谁？这破书之前明明写着是我的死让小天发誓变成天下最强，现在女主换人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不用死了？我操！我他妈不用祭天了！怎么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豆豆，干娘肚子里有小豆豆，我有小妹妹跟我玩喽。什么小妹妹？你姓齐，如果是个女儿，齐昭宁。我操！我说原著怎么突然改剧情了？合着我不是祭天的炮灰，我他妈直接升级成男主丈母娘了！哦，这剧情真刺激。哎呀，我都说了，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的嘛。你这气也生太久了吧？你还敢说？你知道自己要死了，居然瞒了我那么久。我现在只要一闭眼，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梦里全是你浑身是血，说你会死。江青燕，你好狠的心啊！要是原著剧情没变，你是不是就打算一个人去死，让我年纪轻轻做官夫？他哭了！老天爷啊，齐昭衍是谁？从小到大跟人打架打到骨折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活阎王啊！他居然被吓哭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许再有第二次。好，我发誓。我觉得龙傲天那臭小子根本配不上咱家昭宁。这话题转得可真够劈叉的。是，人家虽然是本书男主，但男主嘛最危险了，设定里肯定会遇到很多烂桃花，说不定还是个中央空调呢。对，就是。不过你放心，我相信咱们家昭宁继承了咱们俩的优良资源，她一定会是所有女孩子里最优秀的一个，她一定聪明、漂亮又坚强。哦，那你说说有多坚强？齐昭桓，你他妈是个禽兽啊！老娘还怀着孕呢，滚下去！哎呦！